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死去的东西》来了，究竟是采阴补阳还是真爱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小乔是个单身主义者，因此他喜欢去交友网站认识男友搞一夜情。他喜欢吃辣条和中餐，由于上的是下午班，所以很晚才回家。问题是他的室友玛丽比他还晚回家，这套房子是富二代玛丽的。小乔无处可去，只能在玛丽那里租住了一个单间。虽然是朋友，但是他们平常很少说话，毕竟不在一个阶层上。一日他在交友网站发现帅小伙阿杰，他非常的感兴趣，几次站内短信联络后，两人就约到酒吧见面。小帅迷离的眼睛瞬间让小乔动心了，随后两人就回到小乔的房间里翻云覆雨。事后两人聊了很久，小乔真的不舍得离开阿杰。到了第二天白天，两人就一直待到下午，小乔差不多要上班的时间才分开，两人自然依依不舍。那份感情让小乔永世难忘。自从那天以后，小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工作起来非常的有动力，都把同事皮特感染了。随后他破例首次给阿杰发短信联络，然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，因为阿杰没有回信息。接着好几天，小乔都有发信息给阿杰，就好像石沉大海似的。阿杰不回信息，电话也不接。渐渐小乔都感觉到阿杰这个人好像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似的，整个人开始萎靡，工作不认真。皮特发现了小乔的异样，还以为是小乔讨厌跟他共事，小乔做了否定的回答，但是拒绝跟皮特交心。又过了几日，小乔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去阿杰所说的咖啡厅去找他。可是女服务生刚来上班，所以他也不知道阿杰的具体情况，不过答应小乔他会去问问老板。小乔还留了一张便条，小乔还不死心，还把两人一起的画作拍成照片发给阿杰，可是照就没有任何的回复。为了让自己恢复正常，于是他照旧去交友网站上约男人出来玩耍。可是他发现自己对其他男人再也提不起兴趣了。可是他却发现阿姐的身影，他正在和其他的女人约会，而且两人正要回住的地方。于是小乔就一路尾随而去，他十分的惊讶阿姐的这些举动。到了后半夜，小乔怎么也睡不着，他实在太想阿姐了。于是他再次来到那家咖啡馆，正好那名女服务生也在。After your he last time, I asked my manager. I'm so sorry. Were you too close? Is this a joke? 这张卡片是深切怀念阿姐的意思，而且女服务生特意交代，就在街边的转角。小乔顿时懵逼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小乔就走到转角处，他看见了路边有一副耳机，捡起一看，那就是阿姐的。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于是他就去找到阿杰，去那个女子的住所。一番询问之下，小乔才明白两人也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。随后小乔就回去试着在交友网站上给阿杰发信息，万万没想到两人竟然能约上见面。然而令小乔更加吃惊的是，阿杰第一眼看见小乔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Everything okay? You don't remember me? I'm sorry. Have we met? 小乔顿时傻眼，立即把包里两人一起做的画拿出来给阿杰看。阿杰依然认为这是小乔依照交友网站上的头像画的，这下小乔彻底不能淡定，转头去要了一杯啤酒压压惊，随后跑进洗手间待了一会。不过阿杰对人的确很贴心，他就一直站在外面等着小乔。不久小乔还是走了出来，拥抱完了阿杰，不过他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最终还是离开了阿杰去上班。然而他在单位上遭到了皮特的骚扰，他希望能跟小乔能进一步。他也知道小乔经常在外面搞一夜情，可是小乔就是对他没有兴趣，予以狠狠的拒绝。就在这时，阿杰竟然一路尾随过来，他也想搞清楚这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。阿杰强调他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但是总觉得跟小乔有什么瓜葛似的。看到这里，小乔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讲述一下，于是就把几个月前如何跟阿杰相识的说了一遍，还把他捡到的耳机还给了阿杰。阿杰觉得更加的奇怪。Something happened to me. What? 阿杰看见玻璃上自己的身影，顿时吓尿了。同样被吓坏的还有皮特，他一直在旁边偷看着，反而小乔一直是镇定的。虽然他无法解释阿杰是什么，但是很明显阿杰已经不是人了，他应该是在转弯的路口发生车祸被撞死了。小乔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听着耳机默默流泪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小乔在单位上发现皮特辞职了，换了一个新同事阿迪。
很明显，皮特被吓坏，不敢到这里上班。画面一转，阿杰继续跟不同的女人约会，他也不挑食，什么肤色的都愿意，所以黑妹感觉很爽啊。然而当阿杰一照镜子，他就会原形毕露，吓得女人赶紧躲起来，那个模样实在太吓人了。阿杰毕竟是鬼，就具有鬼的残忍的一面，他就想勒死黑妹。本质上阿杰还是很善良的，他不会去伤害无辜的人，最后还是自行就走了。一天晚上，小乔下班回到家中，咦，阿杰竟然在床上等他，他竟然对小乔诉说起衷肠，小乔被深深的感动了，双方激吻起来，看样子双方那可是真爱。有时小乔能感觉到阿杰实体的存在，有时感觉不到，双方就在房间里耳鬓厮磨起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乔觉得该去上班，收拾好回头一望，阿杰乖巧的消失了。其实他没有走，就在房间里，只是让人看不见而已。他听见了玛丽跟男友小帅分手的电话，要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。第二天傍晚，小乔回到单位上，阿迪有点小惊讶，因为小乔很少迟到的。可是小乔下班回到家中，惊讶的发现阿吉又回来，两人很快激情四射起来，两人欲仙欲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乔想起来要上班，然而阿杰希望小乔留下来陪他，但是遭到了小乔的拒绝，双方发生了争执。小乔收拾好就去上班了。看到这里，我怎么觉得阿杰像是在采阴补阳呢？到了单位上，阿迪非常的震惊，因为小乔已经有1周没有来上班，所以他前几天已经被老板发文开除了。期间阿迪和其他同事有发信息给他，小乔这才想起他已经很久没看手机了。渐渐他觉得整个人都很不好了，因为跟阿杰在一起的时间感觉上没那么的长，可实际上度过了好几天。小乔浑浑噩收拾拿走自己的物品就走，画面一转，玛丽的男友小帅回来拿自己的东西，见玛丽不在，于是就给玛丽留言，没想到玛丽突然开门回来，然后把小帅这个花花公子大骂一通，硬是把他赶了出去，但还是忘记拿那些私人物品。小帅回到自己的公寓，他惊讶地发现那些物品竟然放在了茶几上，然后莫名其妙地被打了。小帅就这样去领了盒饭。与此同时，玛丽发现那些物品突然不见，于是到处寻找起来。无意中他在一个盒子里看见一封信，那是很久以前小乔写给小帅的一封情书，这可把玛丽气坏了。她完全没有想到小乔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。突然从一旁冒出一块白布，硬生生的把玛丽闷死。没错，就是阿杰干的。不久小乔回到家中，阿杰依然坐在床上发呆，小乔就把他被开除的事情讲了出来。 I lost my job. I missed a week of work. 小乔心情到了低谷，万万没想到阿杰竟然还想采阴补阳。当然小乔言辞拒绝，阿杰生气的把那封情书拿出来，让小乔解释一下。小乔极力否认他和小帅有什么关系，这封情书是写在小乔和阿杰认识之前。小乔意识到玛丽可能会看见，阿杰表示他的确看到。小乔赶紧去找玛丽，推开门一看，似乎玛丽已经死了，于是他就要打电话报警，但是被阿杰把手机打掉。怎么觉得小乔有点傻白甜？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阿杰究竟是什么，他要把阿杰赶走。阿杰发脾气 What's gonna happen? I don't know what's next. None of us do. I just need you gone. 阿杰最后还是消失了，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然而小乔正在气头上，他把阿杰的联系方式从手机上删除。不久小乔主动约阿迪出来远足旅行，也相当于是在谈恋爱。两人在泳池接吻了，但是小乔表示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角色，他先去洗个澡。泳池里就剩下阿迪一人，他游得正欢实。他肯定是被阿杰搞定了。过了一会，打电话的小乔发现房门被推开，是阿迪走了进来，于是挂断那个伤心的电话，转头跟阿迪说话。然而阿迪木木呆呆，一言不发。
小乔只好坐到他的身边，就见阿迪转过头，哎呀，他的眼睛变色了，而且从嘴里流出水来，然后就把小乔扑。原来阿迪的皮囊被阿杰借用，小乔就开始反抗。小乔吓得跑出房间，无论他跑到哪里都被阿杰抓住，小乔根本是无处可逃。小乔就这样去领了盒饭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某天晚上，小乔和一位男士在约会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，他成了一位阿飘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我觉得本片拍摄的不错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有点人鬼情未了的影子，女主和男主的演技都不错。这部影片有个警示的意义，那就是约会软件可能是个大陷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